女人明明只是夜店里的陪酒女，可在男人向她表白并要带她离开的时候，你有病吧？然而男人却依然不死心，居然又问出了一个无比白痴的问题：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那你是贼，我是妓，咱俩有什么未来啊？可男人真的是对女人动了情，当即便表示自己有钱可以带女人离开，喜欢可以搞，但是咱别说爱情行吗？女人眼看大成根本就没有明白他的意思，于是撂下一句神经病后便准备起身离开，不料就是他的这一句神经病立马就激怒了大成。要知道大成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人，当即便将准备离开的女人直接又拉了进去。因为上次大成在杀人的时候无意间救了女人一命，可现在警方竟然根据线索找到了江月，于是被激怒的大成也只好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等警方根据线索来到包间的时候，却发现江月居然躺在地上没有了呼吸，看着还在晃动的门帘和烟灰缸里刚熄灭的香烟，核对意识到凶手可能还没走远，于是立马起身就追了出去。然而此时的大成也意识到危险来临，随即便戴上口罩准备逃离，结果下一秒核对便直接堵住了他的去路。虽然大成见状连忙转身就跑，但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刑警队长的对手，所以很快他就被核对控制了起来。然而当核对摘下他面罩的一瞬间，却立马就傻眼了，因为眼前的男人正是好友秦隐店里的维修工。同时根据秦隐之前吃饭时无意间打探案子的话语，让核对立马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他立马冲到了自己车里，果然当他摘下行车记录仪的一瞬间，真的就发现了那个一直在监听办案的窃听器。当然随着监听器被拔下来，另一边的秦隐也立马就知道身份已经暴露，当即便带着手下就选择了离开。等警方赶到修理厂时，这里早就成为了一片废墟，于是无奈的核对也只好回来对大成进行了审讯。虽然大成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并且将所有的罪名都扛在了自己身上，但核对却依然从他的话语中发现了猫腻。我们从地狱里爬出来就是为了要干掉他。因为这句话之前秦隐就跟他说过，只是他一直都没有太过在意，所以核对立马让同事去调查他店里5名员工的过往，试图从他们的交集中找到他们的真正目的。原来10年前他们本打算到境外旅游，可不料却被黑心导游将他们当成猪仔卖给了当地的制毒集团，从此他们便过上了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。不仅大成的老婆被人当众羞怒，而且就连秦隐的女友也被变态小头目割掉了舌头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5年，黑心导游通过跟境外毒枭的合作，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。然而就在黑心导游以为自己的秘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的时候，不料以秦隐为首的5人竟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当然很快黑心导游就听到了风声，于是便立马让司机送自己离开，却不料竟无意间将自己送入了虎口。没想到我会活着回来了。随着秦隐戴上防毒面具的一瞬间，车里也突然冒出了一股毒烟。等王启泰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吊了起来。即便自己的命根子都被秦隐几人打碎，但他却依然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因为刚刚在迷晕之前，他就悄悄地按下了紧急求救按钮。果然还没等秦隐几人对他痛下杀手，手下的人立马就根据定位找了过来。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2辆大巴的身后居然还跟来了一群警车。秦隐见状也立马提议大家分散离开。我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，活着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很快小胖就受了伤。另一名同伴本打算陪他一起投降，可结果却被王启泰的手下一枪击毙。着急的小胖出来反击，结果也被对方直接打成了筛子。而秦隐则在半路遇到了追过来的核对。然而就在2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哑女本想开枪救走秦隐，结果被爬过来的王启泰开枪打中。虽然最终2人暂时躲过了一劫，但哑女的生命却也走到了尽头。不过好在他们的大仇终于得报，所以当秦隐看着爱人缓缓闭上眼睛的一瞬间，便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